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比特币已经连续的下跌了好几天，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支撑位，比如说6万块钱。你告诉自己，只要这个位置不破，那么我就会继续的拿着它。为了控制风险呢，你把止损放在了支撑位的下方，比如说58000块钱。结果呢，就在某一天晚上，比特币突然向下插了一根针，你的止损被触发，仓位被系统给卖掉了。但是呢，仅仅过了几十分钟，比特币又突然重新站回了支撑位。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价格甚至一路上涨。你判断对了方向，找到了正确的支撑，并且呢，你还严格的执行了止损。但最后呢，你还是被市场给赶了出去。于是呢，很多人开始怀疑机构是不是能够看到我的止损位，他们是不是故意把价格给打了下来，等我卖掉以后呢，再把价格给拉回去。但真正的答案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机构不认识你，他们也不在乎你这几百或者几千美元的仓位。真正的问题是你和成千上万的人把止损位放在了同一个地方。而就在7月1号的这一天呢，比特币刚刚上演了一次非常相似的行情。我们先来看看这张比特币的1小时的 K 线图。在6月30号，比特币已经多次在58000附近徘徊，最高的时候来到了59000上方，低的时候呢，大约在58400。当价格第一次在这里反弹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低点。可是当价格第二次、第三次来到这里的同时，它又重新反弹以后，在很多的交易者、散户的眼里边，它就变成了一个支撑位。这58000的价格能撑得住。有人呢会在这个位置买入，也有人会在这个位置当成继续持有的理由，还有人会告诉自己，如果价格跌破这里，那就说明我的判断错了。于是呢，大量的止损可能开始聚集在前低的下方。有人呢放在58100，有人放在58000这个整数的关口的下面，还有人为了防止被普通的波动给扫掉，把止损放得稍微再低一点。结果到了7月1号的凌晨的1点，价格突然向下插针，比特币一度跌到了大约57800。这次的下跌呢，不仅仅刺穿了前面形成的低点，也跌破了58000的这个明显的整数关口。对于很多做多的人来说，这个意味着他们的交易逻辑已经彻底失效了，止损开始被触发了。一部分高杠杆的多头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强制给清算。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批非常敏锐的交易者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他们看到支撑位被跌破，认为比特币还会继续往下跌，于是呢，他们开始追空。从表面上看，市场里边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卖出的力量，价格似乎应该继续往下走。但是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奇怪，比特币并没有长时间的停留在57000附近，而是很快的重新站回了58000上方。随后的几个小时，它继续向上反弹，中间呢也有小幅的下探，但到了当天的中午，市场出现了一根非常明显的放量的阳线，比特币突破了59000，随后重新站上了6万上方。凌晨在58000止损离场的人被留在了低点，看到破位以后杀空的人也被困在了下方，而价格呢，最后却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区间之上。整个的这段行情在交易市场里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字 Stop Hunting， 止损狩猎。但是呢，这个并不意味着真的有某一家的机构打开了一个神秘的后台，看到了所有散户的止损的位置，然后故意的把这个价格给它砸到57800。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呢，我们必须得澄清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大多数的时候，机构并没有看到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止损的点位，也不知道某一个散户到底买了多少的比特币。但问题是，他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这些，因为同样的一张 K 线，散户和机构所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价格在6万美元多次止跌反弹，散户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支撑位，
我可以在这个位置买入，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我的判断就依然成立。于是呢，止损点就放在了59000或者是58000，而机构看到的是有多少人在这里边买入，有多少人把它当成持仓的理由。如果跌破这个位置，会有多少人被迫卖出？同一个位置，散户想的是会不会反弹，机构呢，他想的是跌破以后我能一次吃掉多少的流动性。所以机构根本就不需要知道你的止损是59800还是59700，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大部分人看的是同一张图，学的是同一套的技术分析，会在同一个位置做出类似的决定。所以呢，当所有人用相似的方法去分析价格，他们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可以预测。所以机构找的不是你的止损点位，而是所有人止损聚集的地方。你的止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太容易被猜到了。不是因为有人看见了它，而是因为你和很多人看到了同一个支撑位，得出相似的结论，并且呢放在了相似的位置。我们再来看看止损到底是什么。很多散户会把止损理解成是一种保护。比如说呢，你在6万美元买入了比特币，你认为只要价格还在58000之上，你的交易逻辑就依然成立。于是呢，把止损放在了57000，只要价格到达这个位置，交易所呢就会帮你离场，帮你止损。从个人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风险控制，它限制了你最多能够承受多大的损失。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去看呢，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当价格还没有到达57000的时候，你的止损它只是一条等待触发的指令，它不会影响现在的市场价格，也不会立刻进入市场成交。但是当价格真正触及到57000的时候，如果你设置的是止损的市价单，那么这张订单就会立刻的转化为卖单，它会主动的寻找市场里边的买单成交。也就是说，止损被触发以前，它是一个风险控制，但被触发以后呢，它就是市场的卖单。如果只有一个人的止损被触发，当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是几千个人甚至几万个人呢，都把止损放在了类似的位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第一批止损被触发以后，市场会突然出现大量的主动卖单，这些卖单呢继续把价格往下推，而价格越低，又可能触发下一批的止损。接下来呢，高杠杆多头也开始被清算，因为清算并不是交易者主动的选择卖出，而是交易所为了控制风险，强制关闭了他们的仓位。于是更多的卖单开始进入市场。与此同时呢，那些看到价格破位的人也可能开始杀空，一些程序化的交易系统也可能因为关键的位置跌破，就会自动的执行卖出策略。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市场中可能会同时的出现止损卖单、强制的清算卖单、杀空的卖单以及程序化的卖单。一批原本看不见的订单会在这一刻呢突然全部进入市场。这个就是为什么插针往往来的非常快，它通常不是某一笔的订单单独造成的，而是一批订单被触发以后，继续推动价格，又触发了下一批的订单，一批接着一批，就像海浪一样，一浪接着一浪，最后呢，形成了一次非常迅速的连锁反应。听到这里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这些止损会带来卖压，那机构为什么还要把价格带到这个位置呢？答案是因为大资金需要交易对手盘。假设你是一个普通的散户，你想买入1000美元的比特币，那么你只需要简单的点几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型的基金，你想买入价值10亿、20亿的美元的比特币，它面对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不可能简单的点击一次市价买入，因为在当前的价格附近，可能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把这么多的比特币卖给你。如果你强行的买入自己的订单，很可能一下子就把价格给推高。所以对大资金来说，真正困难的问题并不是我要不要买比特币，而是如果我要买这么多，谁还愿意在这个价格把比特币卖给我？所以很多的时候，散户看到的是完蛋了，支撑位破位了，危险来了。但机构呢，他看到的可能是卖单终于出现了，止损
清算和追空，在同一时间把大量的卖单以更低的价格送到了大资金的嘴里。散户眼中的崩盘，很多的时候恰恰是机构眼里边的进货的窗口。所以支撑位从来就不是一个支撑你的不能再往下走的底座，它更像是一片堆满了止损和订单的流动性的区域。讲到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小心，因为 stop hunting 这个词儿很容易的就会让人把所有的行情都简单的理解成一个阴谋，好像市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无所不能的庄家，他知道所有的人仓位，也知道所有人的止损点位，先把价格给砸下来，把散户给收割掉，然后呢再把价格给拉回去。但真实的市场情况通常没有这么简单。仅凭7月1号的这一张 K 线图，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是某一家的机构故意把比特币给砸到了57800，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那一根插针到底是由哪一个具体的参与者所推动的。当时呢，它可能出现了大额的卖单，也可能是做日商在调整仓位，还可能只是因为市场的深度变薄以后，一批卖单触发了连锁反应。但从这张图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的是，$58000的下方确实存在着一片的止损和清算密集的区域。价格进入了这片区域以后，卖单被集中的给触发了，但市场并没有接受更低的价格，这些卖盘很快的就被吸收了，价格随后呢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区间。散户很容易把这一切归结为庄家是在故意的针对我，但机构思维的结论是，这不是在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同一套市场逻辑在所有使用相似技术分析的人的身上同时生效了。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到底是一次扫荡，还是价格真的要跌下去了呢？这里没有一条100%准确的分界线，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察点：市场有没有接受支撑位下方的新的价格？如果价格只是快速的刺穿前低，触发了一批卖单以后，很快的又重新站回到原来的区间，那它就更像是一次流动性的清扫。但如果价格破位以后，长时间的停留在支撑位的下方之后呢，即使出现反弹，也始终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支撑位，那么情况就不一样。这个意味着原来的支撑已经变成了新的阻力，这就更接近一次真正的破位了。再回到7月1号的这次行情，价格虽然一度的跌破了57800，但只在这个位置停留了非常短的时间，很快呢就重新收复了58000，随后继续向上反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次流动性的扫荡，止损狩猎，而不是一次真正的趋势反转。当然，如果再结合成交、未平仓量和清算数据，判断还会更加完整一些。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会放到后面的清算地图的那一期再单独展开的。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你一止损，价格就开始反弹？散户呢很容易觉得这是机构在针对自己，但机构思维告诉我们，它真正寻找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止损，而是所有的人都挤在一块儿的地方。支撑位从来就不会真正的支撑你，它更像是一片堆满止损和订单的流动性区域。当然，止损依然是非常必要的风控工具，这一点呢毋庸置疑。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其实是下面的几个问题：第一，你的止损点是不是机械的放在了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位置？第二，你的仓位是不是大到只能把止损放得非常近？第三呢，当支撑位被跌破的那一刻，到底只是一次正常的波动，还是你的交易逻辑已经失效？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在这个系列后面的散户反制的部分再单独的给它讲清楚。而下一期呢，我们来讲讲机构眼中的宝藏图、清算地图，大资金到底是怎么判断哪里可能聚集着大量的止损和爆仓。好的，这个就是这期所有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点赞、订阅一下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